2025年某个平常的交易日，贝莱德管理的比特币 ETF 资产规模首次超过了黄金 ETF。 那一刻，华尔街的交易大厅里响起了不敢置信的惊呼声。要知道，就在5年前，这些西装革履的金融精英们还在嘲笑比特币是网络骗局和极客玩具。更疯狂的是什么？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现在公开宣布要把比特币塞进每一个投资组合里。摩根大通的 CEO， 那个曾经威胁要炒掉所有买比特币员工的杰米·戴蒙，现在却开始为客户提供比特币服务。这不是剧本，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一场颠覆传统金融的革命正在眼前上演，主角就是那个曾被华尔街瞧不起的数字货币比特币。10年前的比特币是什么样子？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只有程序员、自由主义者这些边缘人愿意收留他。华尔街大佬们的态度很简单，这玩意儿太不靠谱，碰都不想碰。但时间是个神奇的东西，那些曾经的嘲笑声，如今都变成了响亮的耳光。今天，全世界最有钱的机构正在疯狂抢购比特币，他们不仅要买，还要围绕比特币造出一整套赚钱工具。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比特币现在有多火？它正在抢黄金的饭碗。几十年来，黄金就是避险之王，但现在比特币要上位了。连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公司 VanEck 的老板都承认，我把比特币当成数字黄金。想想看，这就像可口可乐的老板突然说百事可乐也挺好喝的。2023年黄金涨了 50%， 比特币直接翻倍。各国央行疯狂囤黄金，其实是在逃离美元。在这场游戏里，比特币和黄金不是敌人，而是联手挑战美元霸权的盟友。更狠的还在后面，全世界都在跟美元闹分手，这叫去美元化。起因是美国冻结了俄罗斯的钱，这下全世界都怕了，万一哪天美国也冻结我们的美元怎么办？印度这个即将超越欧洲的经济体，现在拼命寻找美元替代品。比特币就像一个中立的避难所，没有任何政府能控制它，不会被冻结，不会被制裁。对那些不想把命运交给美国的国家来说，比特币就是完美的逃生门。真正的转折点在2024年，美国批准了比特币 ETF， 这就像给比特币发了张华尔街 VIP 通行证。ETF 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你不用管什么数字钱包，直接买股票一样买比特币。贝莱德、富达这些金融巨头立马推出比特币 ETF， 机构们疯了一样涌进来。对冲基金成了最大买家，投资顾问开始给客户推荐比特币。贝莱德更狠，直接说要把比特币塞进每个投资组合。这就像当年黄金 ETF 刚出来的时候，让买黄金变得简单，需求立马爆炸。现在轮到比特币了，规模更大，速度更快。华尔街还不满足，他们围绕比特币造了一整套赚钱工具，双倍杠杆 ETF 给胆子大的人玩刺激，上市公司把比特币当储备资产，连债券基金都想掺一脚。全球的大玩家也坐不住了。中东的土豪们，那些掌控万亿石油美元的主权基金，开始偷偷研究比特币。在美国，川普对比特币的态度也在影响整个华尔街。一个内部人士说得很直白，川普关心啥，我就关心啥。但故事到这里出现了转折。就在比特币风光无限的时候，现实给了他一记重拳。最近比特币跌破8万美元，大把钱从 ETF 里逃跑。这是怎么回事？原因有2个，川普搞关税战，市场紧张，还有 56% 的短期持有者，主要是对冲基金开始撤退。这些家伙进来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快钱。机会没了，人就跑了。但分析师说这不是崩盘，而是牛市的分配阶段。啥意思？
就是老玩家把币卖给新玩家，接力棒要换手了。在以前，这种分配就是大户卖给散户接盘，散户追高被套。但这次不一样，市场的游戏规则已经变了，用一句话说就是老钱在走，新钱再来，而新钱里面机构是老大。OG 在币圈指那些最早玩比特币的人，包括散户和大户。这些老玩家现在开始卖币套现，而买家是谁？是机构和通过 ETF 进场的新散户。这种角色互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格局。以前散户容易恐慌，涨的时候贪婪，跌的时候害怕。但机构不一样，他们更专业，看得更长远，跌了反而觉得是买入机会。数据显示，最近散户往交易所赚了6000个比特币想卖掉，但大户们基本没动，显然他们还想等更高的价格。更有趣的是，新进来的散户比以前聪明了，他们不再盲目追涨，而是通过 ETF 这种正规渠道投资。谷歌搜索数据显示，虽然比特币创新高，但大众关注度还没到疯狂程度，说明牛市还没到最后阶段。机构的参与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和2017年那种散户推动的牛市不同，这轮从一开始就有大机构入场。特斯拉、微策略这些公司早就开始囤比特币了，现在规模更大，参与的机构更多。这些机构通过场外交易、信托基金、ETF 大举购入比特币，自己就成了新的鲸鱼。这让传统的分配过程变得更平缓，不再是简单的散户接盘模式。数据显示，交易所里的比特币只剩222万个了，越来越多的币被拿走长期持有，或者进了机构的保险柜。当市场上能交易的币减少时，同样的买盘就能推动更大的价格上涨。从历史规律看，比特币有个4年一轮回的周期，和减半事件高度相关。每4年比特币产量会减半，然后12至18个月后就会暴涨。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看看过去的记录，2012年减半后13个月见顶，2016年减半后18个月到顶，2020年减半后17个月创新高。按这个规律，2024年4月减半后，顶点应该在2025年下半年出现。但这次可能不一样。乐观派认为，机构参与、ETF 推出、监管明朗会让牛市更持久，可能延续到2025年甚至更久。数据显示，市场的疯狂程度还没到历史峰值，说明还有上涨空间。保守派则坚持认为2025年内就会见顶。著名分析师 P. Young 认为，最终的分配阶段会在2025年内完成，老玩家会集中出货给最后的接盘资金。无论如何，2025年很可能是关键年份。到那时我们就知道，这是又一次周期轮回，还是金融新秩序的开始。会在12到18个月后引发一轮大幅的价格上涨。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模式的重复。2012年底的第一次减半后，比特币在约13个月后的2013年12月见顶；2016年的第二次减半后，约18个月后的2017年12月，牛市峰值接近2万美元；2020年5月的第三次减半后，大约17至18个月后的2021年底，比特币达到接近7万美元的历史高点。按照这种历史模式，2024年4月的第四次减半可能引发新一轮牛市，其顶点很可能出现在减半后的1年到1年半内，也就是2025年下半年左右。但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环境和参与者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这种历史规律的重复。当前市场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乐观派认为，宏观环境、
监管政策以及市场成熟度的改善将延长本轮牛市的持续时间。全球最大的比特币投资机构灰度公司在2024年底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当前市场只是新一轮周期的中期阶段。如果基本面保持良好，牛市有可能延续到2025年甚至更久。他们强调，现货比特币 ETF 的推出拓宽了资金入场渠道，而美国监管环境的逐步明朗也可能进一步提振市场估值。支持这一观点的数据包括实现市值的增长情况。实现市值是一个衡量市场实际资金流入的重要指标，它考虑的不是当前价格，而是每一枚比特币在链上最后一次交易时的价格。本轮周期的实现市值增长尚未达到上轮高点的一半，这表明市场的狂热情绪尚未充分释放，暗示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保守派则认为顶点将在2025年内出现。著名的链上数据分析师 T. Yang Zhu 预计，比特币牛市的最终分配阶段将在2025年年内发生。他的判断基于目前已经观察到的早期分发迹象，以及新散户资金涌入的情况。他认为在最终出货完成前，无需过早转为空头观点，但也不应忽视周期性调整的可能性。综合历史模式和当前指标，大多数分析师倾向于认为本轮牛市将在2025年下半年迈入尾声。届时，随着价格达到阶段性高峰，各类持有者会加速分配筹码，完成最后的分配过程。当然，精确的时间和价格水平难以预测，但从周期长度和市场迹象来看，2025年很可能成为这轮牛市的关键年份。在这场正在进行的金融变革中，一些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也表达了他们对比特币未来的看法。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预测，由于美元在通胀货币政策下的持续贬值，比特币价格将在2035年达到100万美元。他的预测基于对传统货币体系不可持续性的深度担忧。推特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方舟投资公司的凯西·伍德等科技和投资界的重量级人物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他们的共同观点是，随着比特币稀缺性的日益凸显和需求的持续增长，其价格具有巨大的上涨潜力。当我们站在2025年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回望比特币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征程时，不禁感叹这种变化的戏剧性和深刻性。从极客玩具到万亿级战略资产，比特币的蜕变过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金融革命的本质不是消灭旧的力量，而是用新的规则重新构建全球资本的运行机制。此刻正在进行的分配阶段，实际上是华尔街正式接管加密世界的加冕礼。当那些早期的比特币鲸鱼将筹码交给贝莱德、富达这些传统金融巨头时，这不是市场崩盘的序曲，而是全球资本版图重构的进行曲。比特币正在从散户的暴富神话演变为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战略储备。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散户投资者还在钻研各种逃顶技巧时，那些华尔街的巨头们早已将比特币写进了他们2030年的资产配置模板。这种认知差距本身就说明了这场变革的深度和广度。2025年为我们提出了一个终极问题：我们正在见证的是又一次周期性轮回的顶点，还是新金融秩序诞生时的阵痛？答案或许隐藏在那些冷冰冰的链上数据中，每一笔从 OG 钱包转出的记录都在为新的金融巨头们的托管地址添砖加瓦，每一个 ETF 的净流入都在重新定义价值存储这一概念的归属权。对于那些试图穿越这个历史周期的投资者，有一个重要的提醒：最大的风险不是踏空，而是用过时的认知来解读当下的游戏规则。当个人持币地址逐渐变成机构托管账户，当减半叙事演变成美联储利率决策的衍生品时，这场世纪性的交接早已超出了简单的牛熊周期范畴。历史总是在重复，但每次重复都有其独特性。这一次登场的主角不再是散户们的眼泪和欢呼，
而是机构金库里永不停歇的链上转账记录。这种机构化的趋势或许可以类比于互联网发展的历程，当初属于极客们的万维网，最终也落入了科技巨头们的掌控之中。历史的轮回总是充满黑色幽默，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下和预测未来的钥匙。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中，比特币既是武器也是战利品。而真正的胜利者可能不是那些最早买入的人，而是那些最懂得适应变化的人。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